今天我们要介绍什么路线呢？要去哪里玩？这一次我们就搭着947公车一路出发，走访充满历史故事的五股手浪塘，以及五股跨河景观桥，还要带大家寻找全台湾最北的车站。最后来到金色水岸湾海长堤自行车道，从城市古迹一路走到河岸跟海景，看看搭公车能不能玩出一趟不一样的小旅行。今天就跟着我搭947一起出发吧。这个淡水已经有一条新的自行车道完工了哈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坐947这条路线过去，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附近有什么样的景点可以走呢？然后还有一个冷门尝试要告诉大家哦。在947还没有出现之前，如果要从淡水前往板桥，想要快一点，大多数人的选择就是搭捷运。如果不想搭捷运，也可以选择公车，只不过以前的公车的速度可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快。像是857这条，相信大家很熟悉吧？从公路客运时代就留下的路线，这条以前就是从淡水到板桥重要的公车路线。不过从淡水一路晃到板桥，时间自然也会比较久，现在搭至少要2个小时呢。直到2014年9月6日，947正式通车。947的出现，让淡水、五股、板桥之间多了一条新的交通选择。这条路线从淡海新市镇出发，经过淡水、竹围、关渡、五股，最后抵达板桥车站，全程大概90分钟。虽然整趟车程看起来不算短，不过947最大的特色就是在进入台64快速道路之后，可以避开平面道路的红绿灯跟车流，让五股往板桥这一段大幅缩短时间。所以对于需要往返淡水、五股跟板桥的乘客来说，947也是一条相当重要的通勤路线。我们在五股这边下车，我们先去第一个点的五股手浪塘，然后再去景观桥。好久没有来这里了。之前来这里大部分都是跟厂商开会比较多，后来跟这个厂商没有再继续合作之后，就很少再来五股了。那手浪塘我会知道原因是因为刚好以前的厂商它的住址就在方舟8路那边了，那我一定要经过五股手浪塘。每次看到经过的时候，都觉得那古厝让我非常的好奇，到底里面长什么样子？我们就进去看看吧。走。五股手浪塘建于日本时代的1917年，手浪塘是大正时期贵仔坑区庄长吴虞70大寿的时候，子孙为祝寿而新建的三合院建筑，在当时1917年还耗资了日币3万元所来兴建呢。在1970年辟建中山高速公路的时候，手浪塘右护龙遭到拆除，因为面临道路拓宽以及高架道路工程危机，在地方奔走之下，于2006年登录为历史建筑，随后进行拆卸，并且在2020年于新武路2段完成异地重组。
接下来，我们从五股首浪塘走过去跨河景观桥。这座桥是去年9月启用的，目前桥梁都还算新，毕竟启用到现在也才快要1年的时间而已。虽然在上面能看到的景色没有那么宽广，不过想想，既然都走到这里了，还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。在景观桥的旁边就是五股洲子洋重划区，所以旁边你会看到一堆满山满谷的新住宅区。从这里穿出去就是新五路喽。好了，五股停留一点点的时间之后，我们就要搭下一班947，准备前往淡海新市镇喽。五股最热闹的地方就在工商路跟成泰路的交叉口这一带。像是五股服务社、立体停车场就是附近的大站，还有区公所、市场、农会等等的公共设施都在这附近，可以说是五股最重要的生活核心。947对于五股人来说，前往板桥是新的选择，只需要20分钟而已。不过五股到淡水这段，947跟880几乎是重叠的。947一开线，880的营收正逐渐下滑。早期的五股主要以农业聚落为主，随着台北盆地都市发展逐渐向外扩张，五股的位置刚好又位在台北、新庄、芦洲、淡水跟八里之间，交通条件越来越重要，工业也开始快速发展。到了现在，五股已经是新北市重要的产业聚落之一。关渡大桥没有采用一般常见的混凝土桥梁，而是以3座巨大的拱形钢梁作为主要结构。当年施工的时候，承包商唐龙公司还因应淡水河特殊的潮汐环境，发展出潮汐施工法，利用潮汐水位的变化来进行桥梁施工，算是当时具有挑战性的工程。从现在的角度来看，关渡大桥大家是已经非常熟悉的一座桥梁，但如果回到1983年的时候，这座桥梁是彻底的改变淡水八里两岸的交通了。如果你搭车的时候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经过关渡大桥的时候，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，往河的方向看过去，淡水河、八里左岸以及远方的山景，会形成一幅非常漂亮的画面哦。好了，过了关渡大桥之后，我们就正式进入竹围。因为竹围刚好在淡水、关渡跟八里之间，除了有台2线关渡大桥之外，还有台北捷运，所以每天都有大量的通勤族往返台北、淡水跟北海岸。在以前淡江大桥还没有通车的时候，淡水往返八里、五股这一带，很多车流必须集中在关渡大桥，尖峰时段常常塞到让人怀疑人生呢。现在淡江大桥通车之后，虽然竹围这里的车流依然不少，但整体交通已经多了一个新的选择，也让淡水、八里、五股之间的交通更加方便。其实从竹围往关渡大桥方向走，沿途还可以看到淡水河非常漂亮的景色，一边是淡水河，另外一边则是城市跟山景，这也是竹围很特别的地方哦。淡水的繁荣其实跟港口有非常大的关系哦。当年船只进入淡水河，大量货物从码头卸下，再透过街道运往各地。另外一方面，外国商人、洋行以及传教士也陆续来到淡水，留下了许多不同时期的建筑跟文化痕迹。
像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红毛城、小白宫、海关码头，以及淡水老街周边的历史建筑，其实都可以看得到淡水过去作为国际港口的痕迹。而从现在的角度来看，淡水早就不是传统港口城市。捷运通车、淡海新市镇的开发，以及淡海轻轨各项交通建设陆续到位，让淡水从过去依靠河运发展的港口，慢慢转变成现在人口超过20万的生活圈。城市的容貌即使不断的改变，淡水河仍然是这座城市最主要的核心。其实，淡海新市镇的计划早在1992年就已经开始了。当时是在淡水都市计划区的北侧，原本以农业使用为主的区域，规划出大约1756公顷的土地，作为淡海新市镇的发展范围。不过，规划是一回事，真正开发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早期的淡海新市镇因为开发条件、交通建设以及市场需求等因素，发展并没有想象中这么顺利，甚至一度停摆。所以你如果是在很早期就来到淡水的话，可能发现这里跟现在完全是两个世界。一直到了2007年，台北县政府决定重新推动淡海新市镇的开发，这也成为淡水后来快速发展的重要转捩点。随着道路发展、住宅开发，到后来淡海轻轨的加入，原本比较偏远的淡海地区开始慢慢发展成一个完整的新市镇。随着人口持续增加，交通建设逐步改善，以及淡江大桥等重大建设陆续到位，这一大片曾经被认为是偏远的土地，未来还会发生什么变化呢？这可能才是淡海新市镇真正值得我们继续观察的地方。我们来到淡海新市镇上面，前往公23公园借一台 U-Bike， 先去这个地方带大家看看吧。是的，我们要先带大家来到地方是淡海轻轨的坎顶站。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？这里是台湾地理位置最北端的铁路车站哦，它就位在淡水的沙仑路2段跟新市6路的交叉口，同时旁边也是淡海轻轨的机场。不过这里还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啊，只有一座车站可以逛逛。没关系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直接骑到金色水岸观海长堤自行车道吧。金色水岸观海长堤自行车道在2026年的7月20日就开放喽，全长大概是1.7公里。因为目前新滨公园跟滨海路3段的尾端都还在施工，所以阿汉特别从水管公园绕进去。阿汉来到这里的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，太阳光线还是特别的强烈，但是看到这个海鲜一片的景色就整个舒展开来了呢。这趟公车之旅就在金色水岸观海长堤画下句点，从板桥出发，搭着947一路前往五股、竹围、淡水，最后来到淡海新市镇。沿途不只是搭车而已，我们也走进了五股首浪塘，跨过五股跨河景观桥，认识关渡大桥以及淡水的历史，最后再骑着 U-Bike 来到目前台湾最北端的铁路车站，以及全新的金色水岸观海长堤。
下一集要去哪里呢？最近我们还会录更多双北路线哦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来，各位，今天947的旅程呢，我们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啦。用最美丽的夕阳来跟大家做个 ending。好了，我是阿汉，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拜拜。